女孩临死前只是向上帝许了个愿，结果等她再次醒来后，却发现自己变成了鸟。女孩本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公主，但由于父亲的狼子野心，导致国家成为众矢之的。作为国王200个孩子中最没有存在感的她，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兄弟姐妹们的挡箭牌。她骑着心爱的小毛驴，拼命的想要甩开追兵。20年来，她每天小心翼翼的活着，忍辱负重多年，终于要过上贵族生活。可没想到却碰到这么一件苦差事，活下去成为了她心中的执念。最终，女孩还是没能逃过，被敌军一麻袋扛了回去。众神仿佛被她的执念感动，果真为她开启了贵族人生。等女孩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她发现待遇貌似还不错，自己所处的牢房不仅是光线充足，还可以360度无死角观赏风景。突然，她脚下一滑，险些从高处掉下去。女孩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站在木桩上，她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自己还没睡醒？女孩下意识想要揉眼睛，却发现自己的手够不到。回过神后，她才终于发现自己特喵的变成了鸟。女孩简直不敢相信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她使劲咬向自己的翅膀，结果疼痛直冲她的脑仁。吵闹声吸引了士兵的注意，她担心这只鸟是不是被37度的天晒中暑了。女孩一听察觉出这是一次机会，她装作一副鸟生快结束的样子，害得士兵顿时慌乱了起来。在她刚刚打开鸟笼的瞬间，女孩趁着间隙将她抓伤，逃出了笼子。重获自由的女孩内心无比的激动，没想到她居然真的逃出来了。她不禁沾沾自喜了起来，愚蠢的人类，尝到她爪子的厉害了吧？可转念一想，重叹了口气，她自己不也是人类吗？作为一名美丽的公主，她现在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自己的样貌。于是她决定先找一处池塘照一照自己。就在这时，女孩突然发现一面属于自己国家的旗帜，同时还有一名士兵奄奄一息地靠在树上。士兵的穿着看上去像是一名传令兵。女孩经过一通翻找，果然发现了一封密信。这时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心跳声，看来这名士兵受了很重的伤。她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拯救这位士兵。通过女孩不懈努力的寻找，终于找到了自己国家的军队。她看到了一名骑士装扮的男人，一个俯冲朝着男人就飞了过去。这时她突然想起自己科目2好像还没过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刹车降落。正当女孩要以为撞上去的时候，男人一把抓住了她的小脖梗，物理性的帮她踩了刹车。突然出现的鸟令她大为恼火，现在敌国玩得这么花，还能操控鸟岛暗杀。帝国公主因战乱成为了俘虏，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变成了鸟，但由于她是第一次当鸟，对于业务极其的不熟练，竟被人误会成了暗杀的刺客。女孩正被男人扼住命运的喉咙，只要稍稍用力，她便会一命呜呼。危难之际，一名军官出现，赶忙制止了男人的举动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这是咱们自家的鸟。几个小时前，他收到了传令鸟丢失的报告，答案并不能让男人满意。这只鸟分明是想要他的命，要不是自己躲闪及时，他的脖子可能会被刺穿。军官有些欲哭无泪，怎么偏偏遇上这位？女孩为了挣脱束缚，奋力的挣扎，让男人注意到了爪子上的密信。看到密信，他才相信了军官的话，随即吩咐让军官探明一下消息，顺便去把养鸟的老六叫过来。通过对话，女孩得知了男人总司令官的身份。正在她无比懊悔的时候，猛然想起，这位总司令官不会是那位令人闻风丧胆的法拉尔吧？他是出门采鸟屎了吗？怎么今天会这么倒霉？鸟声如戏，全靠演技。想活下去，他只能装死。窒息的操作反而把拉法尔搞窒息了。他还没用力，这只鸟怎么就倒下了？这时养鸟的老六急匆匆的赶来，经过他检查，确认了女孩的身份。听罢，法拉尔整个人无语住了。你个老六真是个老六，连一只小鸟都看不住。他顺势提出了心中的疑惑，有没有可能它是一只被敌军训练过的暗杀鸟？当即老六护住怀中的女孩，否定了法拉尔心中的猜疑。可能他现在还是一只小鸟，没能完全掌握飞行的技巧，所以才出现这么大的乌龙。女孩心中不禁感动了起来，为老六点了个大大的赞。虽然没能打消法拉尔的疑虑，但她还是决定让老六先退下，这让女孩瞬间活了过来。开心的她差点没蹦起来，可下一秒她整个鸟傻了。人可以走，但鸟必须留下，因为她带回了一封密信，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才能放她走。就这样，女孩被五花大绑地拴在了军帐外。这时刚刚为她求情的军官走了过来，女孩为了表达感激，紧紧盯着军官，可军官没明白意思，径直走进了军帐。正当军官正在向拉法尔做报告时，门外的女孩突然啾啾大叫了起来。军官不解地外出查看，只见她左3圈右3圈，想要告诉军官传令兵的消息。军官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，转身回到了军帐里。女孩不禁感叹这小子还挺灵光，她本以为军官是理解的意思，没曾想军官进去就说他的脑袋瓦特了。顿时女孩无比的气愤，你脑袋才瓦特了，你全家脑袋都瓦特了。只因国家的一场战乱，让女孩意外变成了鸟，然而她却被人当成了智障，奇耻大辱，她怎么能受得了？女孩再一次啾啾大叫了起来，这次换作是法拉尔出来查看。女孩立即向他展示了毕生所学，懵逼的法拉尔一脸懵逼，完全没有理解她的意图。她的演技可是练习时长2年半，距离奥斯卡只差一步之遥，他们这些人竟然都看不懂。不过心细的法拉尔还是想到了什么，思索了片刻后便吩咐军官在营地附近展开搜救，看看有没有传令兵的身影。顿时女孩摇起了自己小鸟尾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总司令官，你还真是个天才。可下一秒法拉尔却浇了她一盆冷水，这只鸟看起来脑子确实瓦特了。瞬间女孩气不打一处来，要不是她不敢，真想让法拉尔尝尝爪子的厉害。虽然刚开始的鸟生条件艰苦，但至少现在要比作为人自由。大鸟不计小人过，这次先原谅了他。要是因为这个被赶出去，他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？时间眨眼过去好久，正在熟睡的女孩被军官叫醒，他为女孩带来了丰盛的食物。在女孩无比期待的眼神下，军官奉上了米其林5星大餐，不仅有红烧蛙蛙，还有招牌麻辣杰瑞。女孩瞬间亚麻呆住了，怎么能让美少女吃这些？快拿走快拿走！军官看她毫无食欲，便不再理会，转身走进了军帐。正当军官向法拉尔吐槽这只鸟的时候，一名士兵
兵急匆匆地冲进了军帐，在不远处的树林中找到了身负重伤的传令兵。消息让法拉尔想起了女孩的举动，他吩咐士兵先去休息，顺便把外面那只傻鸟带进来。接到消息后，女孩开始努力扮可爱，让法拉尔尽量看她顺眼一些，这样也能少遭一些罪。身处军帐中，女孩活络起了自己的小心思。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鸟，但至少没有关于她死掉的记忆。可能她的原身现在还活着，说不准密信中有关于她的消息。可堆积如山的文件该怎么下手？这时突然一阵香气传来，士兵为法拉尔送来了食物，女孩顿时啾啾大叫了起来。法拉尔为她再次端上了米其林5星大餐，只见女孩直接一脚将他们踹飞。法拉尔明白了女孩不想吃这个，问她想要吃什么。女孩不假思索地指向了桌上的美味。法拉尔疑惑这只鸟竟能听懂人话，吩咐士兵去把老六叫来。很快他便拿起面包投喂起女孩，但他在吃的同时不忘寻找密信。法拉尔见状拿出了密信，询问女孩是不是在找这个。女孩看到密信跳起来就要争抢，不料法拉尔却将密信藏了起来，劝她不要对密信太执着。随即他拿起盘中的牛排直接扔给了女孩。看着从天飞过的牛排，女孩气鼓鼓地发誓，我伊蕾公主就算饿死也不会吃一口你给的东西。可下一秒就是真香警告，女孩激动的嘴角热泪盈眶，牛排简直太好吃了，还明明是尊贵的帝国公主，却被份牛排感动得内牛满面。只因她现在变成一只传令鸟，被投喂的食物不是奔波尔霸就是霸波尔本。正被美食所吸引的女孩突然被法拉尔按住了小脑袋，劝解她身为一只传令鸟，千万不能对密信太过执着，这可不是传令鸟该有的品性。女孩顿时整个鸟无语住了，这个男人好奇怪哦，竟然和一只鸟谈品性，不禁可怜起了他手下的士兵和自己刚刚与他订婚的二姐。法拉尔突然话锋一转，如果他还继续执着于密信，接下来他可能会被炒鱿鱼。女孩听罢连忙为自己辩解，瞬间就画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。奈何法拉尔艺术造诣不高，完全没有理解画中的意思，气的女孩只能拿牛排撒气。她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，真是搞不懂她。这时老六来到了军帐中，法拉尔询问老六训练这只傻鸟需要多久。老六以专业的角度向他介绍了细节。法拉尔想起女孩之前拟人的举动，提出了匪夷所思的问题：鸟可以听懂人话吗？傻眼的老六和军官直接傻眼，他们一致怀疑法拉尔脑子是不是也瓦特了。最终他们在法拉尔杀人的目光下，连忙抱起女孩从军帐中跑了出去。临走时，军官却问起法拉尔刚刚在和谁说话，法拉尔果断否决，他只是在自言自语，他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竟和一只鸟侃侃而谈，要是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。经过9×9=21天的训练，女孩掌握了传令鸟的基本要领。然而这个老六真的老六，完全把她当成了一只鸟。女孩突然好怀念与法拉尔一起的日子，很快她便再次见到了法拉尔。法拉尔轻抚着女孩的脸颊，如此温馨的场面，他却说出了煞风景的话：你怎么变得这么脏？顿时女孩气急败坏，喂，这么久没见你就说这个，你难道是钢铁直男吗？之所以法拉尔会来找训练中的女孩，是因为现在战场局势紧张，派出去的传令鸟都没回来，现在能担负大任的只剩下了他。法拉尔决定派女孩去给友军送信，由于他们与友军之间全是敌战区，这份密信过于重要，不能落在敌军手中。虽然这次任务对女孩来说极具危险，但说不准她可以从中得知关于兄弟姐妹们的消息。一时间女孩坚定了自己的信心，她决定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。小鸟公主为寻兄弟姐妹，送信任务再险也无所谓，可法拉尔却对她的能力产生疑问：你真能顺利完成任务吗？女孩左蹦右跳让她宽心安神，我保证能完成任务。但军官对女孩还是放不下心，劝解法拉尔三思再三思。女孩一听当场不乐意了，我都说了我要去，你小子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？她叽叽喳喳惹得法拉尔一阵烦，无奈只能把军官支了出去，让他去外面把老六叫过来。女孩气鼓鼓的在地上画了个圈，法拉尔见状下意识的询问：你的意思是你能完成任务？下一秒就意识到自己的愚蠢，竟又再次与一只鸟鸡同鸭讲。女孩并不打算放弃，她继续画了一个圈。在法拉尔苦恼时，老六走进军帐。法拉尔想知道鸟是否懂得绕行，老六却给予了否定的答案。法拉尔不禁怀疑刚刚是不是他的错觉。老六想要找补，却被法拉尔不耐烦赶走。离开后，老六的心情极不美好，看来自己又少了只宝贝小鸟。脏兮兮的女孩终于洗上小澡，凉凉爽爽，不免感叹鸟生真好。现在的她也想明白了，只要待在法拉尔身边，就能知道关于兄弟姐妹的情报。不过女孩最希望大姐还能活着，毕竟她得到了父亲的禅让，只要她活着，帝国就能东山再起。于是女孩决定必须要打听到关于大姐的情报。她再次来到军帐，准备为国效力。法拉尔没有再犹豫，直言告诉女孩怎么前往友军。虽然他不知道女孩是否听得懂，但还是完完整整的讲给了她听。他让女孩这样那样的过去，然后再那样这样的赶回来。女孩虽说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但风险还是令她瑟瑟发抖。突然法拉尔凑到了她面前，帅气的面孔害她有些害羞。紧接着他画了个圈，示意自己听懂了。法拉尔为她绑上了密信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话语间充满着关心，女孩顿时百感交集。原来被人关心是这种感觉，这是她前半生从未有过的。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，法拉尔，你等着我的好消息。帝国公主因意外变成了鸟，为保家卫国担起传令任务，殊不知这正是男主对她的一次试探。女孩刚离开军营没多久，就遭遇了敌军牙签偷袭。虽然她很细，但真的很疼。她凭借着自己的蛇皮走位，成功躲进一片茂密的树林，在身为人类时为躲避危险，她点满了自身的感知技能，没想到这反而救了她一命。为此女孩感到十分的庆幸，但眼下炼狱般的场景令她不得不加快速度。经过几天高强度的飞行，女孩顺利完成任务，回到了军营。法拉尔看着满身伤痕的女孩，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女孩满怀期待地等着法拉尔与她分享新情报，然而等待她的却是无情的铁笼。铁笼中女孩无
无比的愤怒。法拉尔，你个大猪蹄子，就这么对待送信的功臣？由于女孩叽叽喳喳太吵闹，为了让接下来的会议顺利举行，法拉尔吩咐老六把她赶了出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遭到黄毛军官的打击，还为他带来了新鲜出炉的蚯蚓薯条。生气的女孩无比的生气，啾啾破口大骂：你们怎么都这么的惹鸟厌？女孩扒着脑袋想偷听会议内容，可她只听到了零零碎碎的信息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刚刚她就不乱发脾气了。临近尾声，女孩依稀听到了自己的名字，由此她觉得这封信可能和王室有关联。会议结束后，她再次回到军帐中，很显然女孩正在气头上。双方就这样安静地对视了30分钟。这时法拉尔率先打破了安静，他询问女孩是不是受了伤。突然的一句话吓了女孩一跳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是在跟我说话吗？紧接着法拉尔说：看你好像被划伤了。女孩这才确信他是在和自己说话，貌似他还在等着自己去回答问题。见女孩迟迟没有回应，法拉尔决定先把她放出来，只要她保证不再乱发脾气。女孩听后重重点了点鸟头，她想要告诉法拉尔路上的遭遇，可话到了嘴边却变成了啾啾啾。不管是身为公主还是传令鸟，她总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法拉尔察觉到女孩低落的情绪，他拿出饼干投喂给了女孩，作为一只干饭鸟，美味抚慰了她低落的情绪。突然，法拉尔按住女孩的小脑袋，说出了这次任务他的主要目的。关于敌军的情报，他是故意隐瞒，他想试探出女孩是不是间谍鸟。不过好在他是带着伤回来，彻底消除了法拉尔的疑心。说着，法拉尔的表情逐渐阴了。如果你是完好无损的归来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你杀掉，主一招重生变成可爱小鸟。然而他的身份却令男主怀疑，甚至做出随时除掉他的准备。法拉尔深邃的城府令女孩感觉到后怕，她想逃，他不让。法拉尔粗鲁地将女孩压在五指山下，他的举动激起了法拉尔心中的愤怒，宛如一头猛兽朝着女孩大喊：你能跟我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同样的也可以向敌军表达。区区一封信就想得到信任，谁知道是不是敌军的圈套？而且信中还是王室的消息。宣泄过后，法拉尔意识到自己的无理，轻轻地放下了手中战战兢兢的女孩，不禁自嘲了起来。看来自己的脑子真出了问题，居然怀疑一只鸟能听懂人话。好在这只鸟眼下可以完全信任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女孩在老六的照顾下身体逐渐恢复，疗养的同时，女孩也得知了一些情况。她的大姐和二姐可能还活着，不过目前还不知道身在何处。女孩希望他们都能活着回来，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东山再起。深夜，法拉尔在军帐中挑灯夜战，女孩首次见他露出严峻的神情，寻觅王室的踪迹令她倍感压力，不然也不会时常和他这只小鸟搭话。女孩本打算下次任务的时候逃离这个鬼地方，毕竟法拉尔发起疯来，自己小命随时可能不保。可当她看到为了国家兢兢业业的法拉尔，女孩暗自下定了决心，身为公主，这次她不再逃避。时间春去秋来，军队在法拉尔的带领下逐渐的收复了部分失地，同时女孩也收到了她的新任务。法拉尔抓起她的时候，总觉得手感有些不对，他简单的思索了片刻，得出女孩长胖的结论。直男言论令女孩感到不悦，你没话说了是不是？这分明是我的肌肉。法拉尔自顾自的分析，不会影响飞行速度吧？女孩当场气得白眼都翻白了。紧接着他为女孩寄上了密信，并且郑重的嘱咐女孩，再过不久台风就会席卷而来，一定要在台风之前平安归来。女孩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，退役公主在线送信，就让你看看我的训练成果。说着，女孩以70迈的速度飞出去，心情是自由又自在。突然，女孩心想着不如就这么逃跑算了，最终责任心占据上风，让她打消了念头，加速朝着目的地前进。来到法拉尔这边，女孩离开后，她陷入了沉思。这次的密信很关键，如果不能顺利送达，之后的战局将会相当严峻。如此重要的密信，她竟交给一只鸟，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每当与女孩对视，她总会有种自己被责备的感觉。帝国公主因意外变成了鸟，她不出意外的又出了意外。返程途中，她遭遇了台风天，险些成为敌军饱腹的午餐。就在刚刚，女孩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，为此她还有些沾沾自喜。她的飞行技巧可不是一般鸟能比拟，不仅如此，她还精通人语。可她明明就是人类，竟为这个感到开心。女孩以为还是养鸟老爸接待她，然而迎接她的却是大姐傅凯文。她的出现令女孩下意识的要跑。身为人类时，她与大姐沆瀣一气，对她充满敌意，时刻想拿她撒气。转念一想，她现在是鸟，还怕她个鸟？不过大姐夫的面色却略显憔悴，看来他为了寻找大姐操透了心。休整片刻后，女孩便启程返回。她要在台风过境前回到军营，可作者怎么会让她顺利回去呢？女孩刚飞行没多久，就遭遇了恶劣天气，远方的电闪雷鸣吓了她一跳，进退两难的处境让她慌了神。一时间，女孩不知该如何面对。她后悔为什么不等雨停了再启程。狂风刮起的碎石打在了她的脸颊，疼痛感令女孩瞬间清醒。她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。女孩顶着狂风暴雨艰难前行，她身处险境，却不忘心系受灾民众。如果战争没有爆发，她现在应该正在帮助民众避难。虽然这些并不会巩固她的地位，但女孩还是会觉得非常开心。可如今受灾的民众该怎么办？最终，女孩被乱石砸中，朝着地面坠落了下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女孩迷糊之中听到了嘈杂的对话。她猛然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正被一把利剑抵着。正当女孩以为要成为刀下王鸟时，她赫然发现自己正处在战场中心。女孩奋力挣扎想逃离，可还是落入敌军手中。危难之际，一支弓箭救了她的命。她坚定着自己心中的信念，定要把信送到法拉尔手中。在空中，她发现了人群中的法拉尔。女孩拼尽了最后的力气飞向了他，最终她一头栽进了法拉尔的胸膛。小鸟公主完成任务启程返航，却意外闯进血肉横飞的战场。她最
最终靠着心中坚定的信念，拼尽力气栽进了男主的胸膛。昏睡中的女孩不忘自己的使命，她猛然惊醒，大声呵斥：“谁也别想动她的密信！”周围的说话声让她感到熟悉，女孩极力的让自己清醒过来，看见法拉尔正端坐在她面前，懵逼的女孩有些懵逼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一旁的黄毛这时打趣起女孩：“你的脑袋可真够铁！”竟和法拉尔的盔甲来了场硬碰硬。女孩这才发觉自己的脑袋火辣辣的疼，原来他们当时恰巧正与敌军搏斗，又恰巧摇摇欲坠的女孩一头栽进了法拉尔怀中。女孩不禁感叹自己的鸟命真大，要不是幸运的遇上了他们，现在的她可能已经成为满汉全席被端上桌。说着，法拉尔与黄毛就讲起了接下来的行动，他们准备去夺回黑色防御墙，只有这样才能扭转现在的局面。此时的女孩正听得津津有味，法拉尔察觉出不对，狠狠地瞪了眼女孩，他赶忙装出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。无奈法拉尔只好吩咐黄毛先去办事。女孩本以为总司令是份简单的工作，可没想到法拉尔做什么都亲力亲为。她突然小脑瓜灵机一动，要不然去看看法拉尔到底在做什么。飞来的女孩令法拉尔感到不悦，将正在查看的公文遮掩了起来。女孩见状心中怒骂：“你可真是个小气鬼！”不过她很快的在桌上开始翻找。法拉尔看透了女孩的小心思，坦言这次的密信十分的重要，是不会让她看到的。气的女孩扬言要给她点颜色，还没等到她动手，法拉尔冷不丁的夸了她一句：“多亏了她的帮忙，才减少了人员伤亡。等到战争胜利后，一定会把她的功绩记录在册。”女孩万万没想到法拉尔会说出这种话。从前因为大姐和二姐的关系，这种荣誉是她从不敢奢求的。这时窗外突然下起大雨，法拉尔起身将窗户关上，可等他关上窗户回来后，却发现女孩竟在原地感动得泣不成声。小鸟公主再次启程传递密信，然而她却没有按照男主的规划飞行。殊不知这个决定让她陷入危难之境。几天前，士兵突然传来三公主的死讯，不仅如此，敌军还将她的尸首挂在黑色防御墙上以示众人。女孩觉得难以置信，虽然她与三姐的关系并不好，但同为王室，她的遭遇令女孩内心充满愤怒。消息同样令法拉尔内心无比震撼，本就为数不多的王室成员，其中几位又被敌军接二连三的杀害。法拉尔怀疑王室中是不是有人故意隐瞒着自己还活着的消息，可是这完全没必要。眼下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有王室幸存，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护他们的周全。法拉尔瞥了一眼笼中的女孩，他吩咐女孩明天再去送一趟信。不过等到他离开后，军队便会向黑色防御墙发起进攻。如果他完成任务回来后没有发现他们，那他就原路返回去找友军。但如果作战顺利的话，等他完成任务返回时，就不用再绕过敌军了。与女孩的对视让法拉尔有种异样的感觉，跟先前一样，他不明白一只小鸟为什么会给他一种压迫感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在与法拉尔商讨完路线后，女孩便启程前往友军。但由于三公主的死讯，女孩的心情义愤填膺，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。于是她决定不再按照既定路线，她要从敌军阵营的中心飞过，探查出关于敌军重要的情报。虽说这么做相当的危险，但是这次却意外的安全。女孩2天后顺利到达友军阵地，这次接待她的是大姐夫的弟弟。女孩注意到艾文身上满是伤痕，看来他们这边的压力相当的大。养鸟老八为女孩带来了食物，她必须要尽快恢复体力，赶紧回到法拉尔的身边。然而她却被艾文气得半死。女孩没想到他是个半吊子，完全不懂密信的书写办法。最后在一位老兵的教导下完成密信，不过他们中途却提起了女孩的名字。女孩激动得浑身颤抖，看来他们是知道自己肉身的情况。拿到密信后，女孩立刻动身返回。眼下她2件事要做，首先她要去另一边的敌军阵营飞过，探明他们的消息。其次回去后她要想办法看到这封信的内容。女孩为了躲避敌军的弓箭，特意调整自己的飞行高度，可她刚刚飞进敌军阵营，差点就被弓箭射了下来。女孩心中有些不可思议，什么弓箭能射得这么高？她猛然地想起了一件事，之前在书中描述过，敌军的核心战力是弩箭部队，千算万算竟然算漏了这一茬。可还没等女孩做出反应，数以万计的弩箭朝她射了过来。女孩忍着疼痛奋力提升高度，难道这次自己真的要死了吗？她贵为帝国公主，却因母亲卑微的身份，成为兄弟姐妹首要除掉的目标。20年来她每天过得如履薄冰，因此她练就了一身保命的技巧。正因为她日复一日的谨小慎微，让此时的她得以从敌军数以万计的弩箭中侥幸逃脱。等女孩再次睁开双眼，映入眼帘的是法拉尔的一张大脸。最令法拉尔意想不到的是，他身负重伤还能坚持回来。不过好在他撞到了旗帜上，为他缓解了大部分的冲击。可有一点法拉尔想不明白，按说规划的路线不会遇险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女孩听到后心中大呼不妙，故作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。她可不想因为违抗军令被处死。女孩痛苦的模样让法拉尔非常担心，他吩咐手下去请医疗兵过来，但同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失望。看来他只是一只普通的鸟，并不能听懂自己所说的话。女孩这时猛然想起密信的事，她扑棱着翅膀在桌上到处翻找。法拉尔见状将女孩抓住，让她不要乱动，小心伤口。说着就要为她重新包扎，并再次告诫不要对密信太过执着。可这封信对女孩太重要了，上面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消息。她恳求法拉尔让自己看一眼，然而她的话法拉尔根本听不懂，女孩只能以拒绝包扎以表抗议。无奈之下，法拉尔只得拿出密信，但前提是他必须在包扎完成后才能查看密信的内容。法拉尔看着女孩费力解开密信的样子，他终于明白原来这只鸟只是想看内容，而不是想把送过的密信偷偷藏起来。他上前帮女孩打开了密信，可看到密信后，女孩傻眼了。信中除了自己的名字，她是一个字也认不得。
还没等女孩分析，法拉尔收起了密信，转手把她交给了医疗兵。女孩吃过草药后便昏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女孩迷迷糊糊的从昏睡中醒来，她惊讶的发现自己竟在法拉尔的办公桌上。法拉尔不懂她为什么会执着于密信，他坦言告诉女孩，这次的密信不太重要，除了关于王室成员的死讯，其他都是些毫无价值的内容。虽然大家都在传王室可能全部遇害，但法拉尔始终坚信一定有人还活着。女孩察觉出法拉尔心中的痛苦，她多想说出自己正是她苦苦寻求的王室成员，可是说出来她真的会信吗？小鸟公主排除万险将密信带回，迫不及待的想要查看信中内容，然而才疏学浅的她只看得懂她的名字，无奈她决定先告诉法拉尔探查的情报。法拉尔以为她是吃饱了没事干瞎捣乱，他烦躁地抓住女孩让她老实一点。正当法拉尔独自苦恼时，女孩偷偷地重新标明了敌军的位置。回过神后的法拉尔明白了她的意图，同时他也意识到令女孩受伤的原因。顿时法拉尔气涌心头，拎起女孩大声呵斥：“你是疯了吗？居然敢违背军令！”女孩被突如其来的责备吓得不轻，但她还是希望法拉尔能够相信她。女孩为法拉尔指出了敌军总司令所在的位置，果然不出法拉尔所料，敌军正朝着维森河上游前进。他缓缓地将地图收进怀中，随即恶狠狠地瞪了眼女孩：“你的粗心大意差点令伊蕾公主遭难，如果她被敌军抓住，公主的名字就会暴露。”女孩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险些酿成大祸，法拉尔该不会惩罚自己吧？难道他要收了自己的小命？越想下去，女孩越觉得害怕。法拉尔毫不客气地把她抓住，顿时女孩开始惊慌失措，她还不想英年早逝，下一秒她却发现自己被放回了蓝宫。法拉尔用绳子把她拴了起来，并告诉她从今以后她不再是传令鸟。女孩一时间如同遭遇危机，好不容易有为国效力的机会，却因自己的鲁莽行事被剥夺。虽然她没有受到惩罚，但总感觉失去了什么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整日无所事事的女孩，除了睡就是吃，过得好不惬意。她可爱的模样不禁引起了军官们的围观，大家纷纷对她展开了爱的投喂。然而欢乐的时光却被一脸严肃的法拉尔打断。为了接下来召开的会议，法拉尔特意支开了被关许久的女孩，让她去远处的果园摘一片树叶，要是完不成晚上就断她的粮。被迫营业的女孩扑棱着翅膀骂骂咧咧：“你懂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？她现在可还是一位病号呢。”没过多久，女孩气呼呼地赶了回来，一口把树叶啐在了法拉尔面前，嘴中还不停啾啾叫骂着。感到烦躁的法拉尔转身就要离开，他有一点始终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最近总想去招惹这只鸟，自己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反常？让以言辞厉色示人的男主，却在小鸟公主的可爱暴击下，逐渐敞开了自己的心扉，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笑容。彼时的女孩再次被法拉尔支开，对于这种苦差事，女孩很不满意。她想偷听一次会议就这么难吗？好在这次是向后厨传递信息，美味的食物使她消了一半气。女孩在后厨偶遇了许久未见的老六，他圆圆滚滚的模样令老六不禁感叹，看来总司令对她是备受宠爱，说不准是把她当成了宠物鸟对待。这话让女孩完全不能接受。喂，搞什么？我堂堂的一国公主，居然说我是宠物鸟！与老六分开后，女孩回到军帐，她还在想着老六所说的宠物鸟。如果战争结束还没有找回原身，接下来她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？是要被放生，还是被卖掉？女孩呆呆地看着为她换药的法拉尔，这个人虽说脾气臭了点，性格差了点，整体来说对自己还是不错的。如果作为宠物鸟可以活下去，我愿意成为法拉尔的宠物鸟。说着，她便开始可爱卖萌撒娇娇，引得法拉尔一阵嫌弃，怀疑女孩是不是吃错药了。为了成为宠物鸟，女孩决定先忍着，继续努力扮可爱，场面一度十分的尴尬。女孩恨不得当场偷套别墅走进去。法拉尔就像是听懂了女孩的话，轻抚着她的小脑袋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好似是在回答女孩的请求。他的笑容让女孩感到一怔，下意识的想要去触碰这份笑容，可下一秒法拉尔恢复了一如往常的冷峻。从这天开始，法拉尔彻底打开了心扉，开会的时候不再支走女孩。当天夜里，为了第二天的作战，法拉尔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。女孩见状不免有些心疼，蹭了蹭法拉尔以示安慰。她突然注意到法拉尔胳膊上的伤口，这是他在上一场战役中为了减少战友们的伤亡，他作为总司令身先士卒。等战争胜利后才发现自己受了伤。女孩听后开始哽咽了起来，她责备法拉尔不该如此冲动。现在整个国家的军队都等着他发号施令，如果因此丢掉了性命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女孩轻抚着这份沉重的伤口，你已经做好了自己分内的事，所以不要为战友的离世感到自责，这本就该是王室所要承担的罪责。法拉尔觉得他的话女孩能够听懂，因为每每和他聊天的时候，他总有一种被倾听的感觉。